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甜点呢，是我个人超喜欢的提拉米苏，基本上是款很难失败的甜点。而且今天的提拉米苏是用前2天分享的自己做的 mascarpone cheese 来做的哦。 mascarpone cheese 呢，可以回头看一下，也是一个超简单的食谱。趁宅在家的时间呢，把所有想学的食谱通通学起来，多培养一个专长真的很不错。今天的提拉米苏呢，是传统经典版的提拉米苏，不加奶油，不加吉利丁，做法简单，吃起来更爽口哦。立马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，所有材料配方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。提拉米苏会用到 espresso 或是黑咖啡，甚至有人用即溶咖啡粉来泡，然后咖啡里面一定会加上玛莎拉酒，玛莎拉酒可能比较不好买哦，你也可以用兰姆酒或是卡鲁哇的咖啡香甜酒来取代。我们就直接把酒加入黑咖啡当中，加1咪咪就好，喜欢的可以多加些哦。我觉得多一点风味特别好，多加一点其实吃不太出酒味哦，只会感觉特别的香。搅拌搅拌，我们这个咖啡就放一旁备用。这个等等要来沾手指饼干的。这个甜点会用到低温杀菌过的鸡蛋，超市通常都有卖巴氏杀菌法杀菌过的鸡蛋，但是有一些朋友买不到的话呢，可以在家自己低温杀菌，用可以低温烹调的工具或是舒肥机，设定摄氏59度，温度到达之后呢，煮5分钟。这个就是在家简易低温杀菌鸡蛋的方法。我用的这个是小 V 的电子铸铁锅，它刚好可以设定低温烹调，温度到达摄氏59度后持续煮5分钟，这样就完成咯。然后切记一定要彻底放凉之后再使用哦。温度恢复到常温之后，我们来分蛋，分成蛋黄跟蛋白液，然后准备分开打发。记得蛋黄绝对不要残留到蛋白液当中，否则蛋白会很难打发哦。我们先把材料分量中1半的砂糖加入蛋黄当中，先初步的把蛋黄给打发。有人会特别把蛋黄隔水加热，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部分不太需要。只要你的搅拌器可以高速搅打，基本上都可以顺利的把整个蛋黄打到蛋黄膨发变白。所谓变白是指的蛋黄呢，黄色变得稍微的白一些哦，不是真的变白色哦。你只要肉眼看到整个黄色开始变淡，然后质地开始变得浓稠膨发，这样就可以咯。接着我们分2到3次加入 mascarpone cheese， 想自制的可以看一下上集哦，这是我自己自制的。如果懒得自制没有关系，你就买市售现成的 mascarpone， 自制的跟市售的比起来，成品真的是一模一样，真的不用搅拌过久了，就是打到滑顺融合的状态就可以。如果这个食谱会失败，就是这个步骤打过头，打到油水分离了。有人说要把 mascarpone 特别的回温到常温，但是我觉得真的不太需要，尤其夏天天气热，反倒容易油水分离。就分个2、3次加入蛋黄糊当中，就可以像影片这样的状态。这个混合的动作步骤真的很快哦。打好了之后呢，就放一旁备用，甚至可以放冰箱一下哦。接着来打发蛋白，打发蛋白可以在里面滴几滴柠檬汁或是几滴白醋，会更好打发。先初步打到粗泡沫的状态，我通常就高速给它吹斗起。想看打发蛋白更详细的影片哦，可以搜寻一下另一部影片，如何成功打发蛋白霜。那我这边就稍微快速的带过。现在是粗泡泡的状态，有点像洗发精。这时候呢，就可以加入剩下糖的1/3，基本上就是分次的加入砂糖就可以了。分次加呢，打出来的蛋白霜泡沫会更稳定。这时候你会感觉到它的泡泡开始变得比较细小一点，持续的高速搅打，然后分次的把砂糖全部加完哦。那今天的蛋白霜呢，要打发到的阶段大概是硬挺一点的状态，也就是所谓的硬性发泡阶段。最后的泡沫会非常非常的细致。打得差不多之后，我们可以稍微降低速度，再均匀的转个几下，来测试一下它的泡沫打发状态。拉起之后呢，蛋白霜是坚挺的、直立的。这个阶段不是弯钩状，是直挺挺的状态。然后倒扣之后呢，蛋白霜也不会滴落，这就是所谓的硬性发泡阶段。接下来我们取1/3的蛋白霜放入 cheese 奶糊当中，这个就是刚刚马斯卡彭蛋黄糊哦。
记得用切半翻拌的方式，不要同一方向哦，否则非常容易消泡。就稍微的混拌到看不到白色的泡沫状，接着把拌好的再倒回剩下的蛋白霜当中，记得持续用切半翻拌的方式，就是从底部捞起翻拌，或是像炒菜的方式哦，用不同的方向炒拌，手法对了才不容易消泡哦。否则很多人拌一拌，奇怪怎么蛋白霜都消泡了，原因就是手法不对。大概翻拌均匀就好了哦，也不要过度的翻拌。奶糊就是现在这样的质地，可以尝一下哦，很好吃。接下来要来组装提拉米苏咯，把之前准备好的咖啡液倒入一个方便沾裹手指饼干的容器当中，这个沾裹的速度一定要快，大概2秒就可以，因为手指饼干很吸水，咖啡液吸过多口感就不好了，就浸润一下手指饼干就可以。模具就看自己喜欢，有人用玻璃保鲜盒或是珐琅盒，或是任何你喜欢的模具，其实都可以。基本上就是把手指饼干跟奶糊层层堆叠上去的概念。因为传统用打发蛋白的版本吃起来是比较清爽 light 的感觉，相对它的定型能力稍微弱一点没错，但它吃起来真的是好吃的。建议大家做完撒咖啡粉之前呢，可以先放到冰箱冷藏，大概3到6个小时定型一下，切出来的成品效果会比较漂亮一点。但如果你是直接挖了就吃哦，其实影响不大，组合完其实就可以开吃了。如果你想要这个成品更硬挺一点，你可以加入的是打发的鲜奶油，而不是打发的蛋白。但如果加入的是打发的鲜奶油，就不是传统经典意式做法咯。把冷藏过后的提拉米苏表面撒上厚厚的无糖可可粉，很推荐法芙娜的可可粉哦。我自己是觉得做甜品材料好，真的口感有差。再分享一个不冰的版本，直接快速组合，这样子快速堆叠出来的提拉米苏就可以快速上桌，立马开吃。然后想堆叠几层呢，也没有硬性规定，好玩好吃，想怎么做都可以。Feathers in my hair and braids around my waist, I'm almost a bird. These mountain views and pink sunsets got me shedding skin. Ooh, we all strive to be more. We all long for viva la vida. Around the corner I'll meet you, a bit lighter and freer. I'm so happy to see you. 还剩下一些提拉米苏的奶糊，不要浪费，刚好买了个新玩具，直接把奶糊放入冰淇淋机当中，来做个提拉米苏冰淇淋。倒入奶糊之后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跟机器啦。I think I'm gonna stay here under all these rays and soak up the sun. Ooh, we long for viva la vida. Around the corner I'll meet you.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咯。如果喜欢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更多的生活分享、好物推荐，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，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We let it take its time. We long for viva la vida. Around the corner I'll meet you, a bit lighter and freer.
I'm so happy to see